我宁愿被中国统一，宁愿被中国统一，我也不愿自己或身边重要的人死在战场，也不愿意在战争死。有道理吧？不是吗？谁想要死？如果你是台湾人，很有可能你觉得这句话也是有道理。丢了。那让我跟你说，这句话在骗你。而且今天我会跟你证明，我是黑术士，我要跟你解释你怎么被中共洗脑。对，我知道这个很难听，因为谁想要说自己是被洗脑？但是你不要难过啦，我们大家都被洗脑，在蛮大的一部分不是你的错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真相，让我跟你解释。你想要自由，或是在战争死。靠，吓死人呢，恐怖呢！一听到这句话，你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怕。但是这句话是来骗你，应该大家都知道台湾诈骗集团很多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人好骗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在说台湾人笨，而且我说你好骗不是你的错。也许你没有想过，没有人在聊，但是你从小时候到18岁，你的考试都是选择题，选择题考试不让你练习独立思考，而且选择题考试包含一种非常恶劣的想法，是你要服从权威，就是你要听老师，你要听老板，你要听长辈。所以我们台湾的教育从来不鼓励人挑战权威，引发很多人没有独立思考。所以你要自由或是战争，这句话假的，是诈骗，没错，是一种误用二分方法的逻辑谬误。白话一点，想要骗你，骗你干嘛？骗你什么？骗你说你只有这2个选项。我这个人很简单。丢了。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而且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讲个实话，第一个建议，等到有人跟你说，我说真的，你要怀疑，很有可能他想要骗你，所以他想要特别强调他说的话是真的，因为本来他要说的话是特别不可靠。我宁愿被中国统一。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谎言，你不是被中国统一，你是被中共侵略，因为中国跟中共是2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中共花了很多钱跟很多时间让你分不清楚，宁愿失去所有自由言论。这边我们看到第2个问题，如果你被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，你不只是会失去你的言论自由，你会失去的东西比较多。中国人不是不能讨论某一些话题，而是你周围的人都有人在听，引发大家都怕什么？怕如果你跟中共想法不一样，可能会被金喝茶、消失、虐待或是被杀。我问你，台湾媒体会解释这些事情吗？恐怕没有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吗？这件事对台湾蛮重要吧？为什么媒体没有讨论？我觉得答案很明显，因为像以前的馆长说，台湾红媒体很多，红媒体的目的是什么？是骗你台湾人接受和平统一，就是免费的侵略，宁愿失去任何民主价值。这件事也很有趣，一般台湾人了解什么是民主价值吗？你觉得只是投票吗？你知道失去民主的后果是什么吗？你有认真考虑到这件事吗？住在台湾20年的我觉得是没有。但是我会比较具体的跟你分享，你会接受政府可以随时把你银行的钱全部拿走吗？因为你如果和平统一可以这样，不信你问马云。去年10月，马云批判中国大陆金融系统，已经超过2个月没有马云一点消息。你会接受没有法律保障吗？因为如果你和平统一，你不会有法律保障，你会愿意被送到集中营吗？这是最好的。你觉得应该不会吗？那你问问看新疆人，或是另外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台湾人你们比较会理解。你想想看，你在 LINE 跟你的朋友说，大哥，我觉得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国家。你是跟你的朋友，而且在 LINE 是一个私人空间，在中国因为这件事你可以被受到死刑，因为认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对中共是台独。根据中国的意见，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，然后台独可以死刑，法定最高刑呢是死刑。你觉得在中共你用私人空间吗？或是他们管你是中华民国派或是台派吗？你太天真吧。我也不愿自己或身边重要的人死在战场，去换一个甚至不一定会赢的仗。首先来说，台派不想要战争，我也不想要战争，中国人也不想要战争，民进党也不想要战争，唯一的想要战争是
持中共，但是中共骗你，如果你支持台湾的主权，你就是想要战争。民进党上台等于打仗，这个是骗人的，所以你不要接受这样的说法。而且因为我公开支持台湾的主权，我常常被批评说，如果战争，我是第一个会跑掉。你不知道台湾是岛，如果开始战争，第一个会封锁是港口跟机场，我怎么跑掉？游泳吗？但是为什么我这样被批评？因为我公开支持台湾的主权，但是重点来了，不只是有这两个选择而已。这件事不是要么 A 就是 B， 还有其他的可能。但是很多人被骗。说到这个，有两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，或是我说的更夸张，每一个台湾人都要非常清楚这两个概念。除了放弃自由民主，接受中共非武统的攻击台湾，有另外一个更有用的方法来避免战争。等一下跟你讲。所谓的和平统一不会避免台湾人面对战争，因为我们如果和平统一，会马上面对跟美国还有日本的战争。我跟你解释前，我问你，你在台湾媒体听过这个说法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没有？所以有哪一个方法可以避免战争？投资非常多钱在国防预算，全国包含我当兵。简单的说，变强，让中共知道我们不好打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，没办法，因为中国太大。那我跟你说，在世界有一个国家也很小，它的状况也很糟糕，但是它能够保护自己，就是以色列。而且除了台湾自己要变强，如果你跟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联盟，中国没有那么大，对台湾人关于中共会有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向以色列人民学习，实行全民国防，实行全民皆兵，表现出跟任何入侵者决战、决死战的铁血战志，同时坚定地站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一边。这样台湾才可能得到安全。还有我刚刚提到，如果我们和平统一，台湾非常有可能会马上面对跟美国还有日本的战争。为什么我这样认为？因为美国不可能会让中共可以控制台湾的晶片，也不可以让中共控制第一岛链，所以最有可能会是马上打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美国加美国的联盟比中共的解放军厉害。我们变成中国台湾以后，真的就不打仗了吗？我很现实的讲，日本不是吃素的，美国更不是吃素的。对中国来讲，老实说，美国是流氓。如果今天台湾归顺中国了，你要面对的就是日美联军了，而且他们是跟你玩真的。如果你在媒体没有看到这样的解释，我建议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所以我有一句话想要问那些想要被中共和平统一的台湾人，我不管统一不统一或独立不独立，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无所谓。你们是支持面对美国的国军吗？你们想要跟美国战争吗？你们想想看，看这些想法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很多。但是有另外一个细节也是非常有趣，你有没有想想看这个账号的背后是谁？我们看一下 ，OK， 没有看到脸，只有86个人在 follow， 有40个人按赞18，然后突然有32000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还有他发了这样的文章之前，他都在播什么？很多英文单字，还有更多的英文单字，没有人按赞，没有人在 follow， 一堆的英文单字。如果这个不是中共网军的一个假账号，那是什么？我就问到底。无论如何，我一直支持独立思考。你留言跟我说，还有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礼拜支持我，可以继续拍这样的影片。我是黑厨师，再会。阿多